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更奇谈社频道。你相信吗？一个家族从敌国的臣子摇身一变成了新王朝的皇帝，他们不是篡权，不是偷王冠，而是把天下的名字改写进了自己的家谱里。你以为曹魏是正统，魏国是三国里最牛的？不，你错了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魏国只是个过渡玩家，而真正的大戏是司马家族的剧本杀。今天我们不讲正史，只讲野史和大反转，带你走进一段被后人刻意隐瞒的历史。司马家族如何从魏臣变成了皇帝？三国时期，天下分为三国，谁是正统？曹操说：“我打下来的。”刘备说：“我是汉室宗亲。”孙权说：“我也有地盘，为什么不给我？”结果全都不成。三国之间不是兄弟之争，而是名分之争。曹魏虽然实力最强，但他并不是正统，因为他没有天命。而正统在那个时代是汉，汉朝是中华文明的象征，是天命所归。所以当司马懿开始崛起时，他知道一件事儿：我不能是曹魏的臣子，我必须是汉的继承者。你可能以为司马家族是曹魏的忠实臣，其实他们是一群政治演戏高手。司马懿一开始很低调，甚至像一个忠臣，他没有造反，也没有夺权，他只是在等时机。他等到了谁？他等到了曹丕，再等到了曹睿、曹芳，一个又一个无能的皇帝。他没有像曹操那样直接称帝，他没有像刘备那样自诩宗亲，他用了一招忠君的表演术。他在曹魏朝廷中把忠臣的姿态练到了极致。他每天装出一副忠诚到底的样子，但他的真实目的是把曹魏的江山变成司马家的江山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曹魏其实已经走下坡路了，不是被司马懿打压，而是曹氏内部自己烂掉的。曹丕短命，但留下了一个魏明帝曹睿给他擦屁股。曹睿表面强势，其实是个病秧子。曹芳未成年皇帝，权臣掌权，朝政混乱。曹魏的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没用，而司马家族却在朝中越混越大。他们用的不是刀剑，而是政治手腕和忠臣的面具。司马懿掌控了兵权，司马师掌控了军政，司马昭掌控了一切。最后司马炎直接登基为帝。第四部分，司马家族的正统洗白烛。司马炎一朝登基，立刻开始了一项重大工程，改写历史。他们要告诉天下人一句话：我是汉的正统。怎么做到？他们从3个角度入手。历史改写在官方史书中抹杀魏朝的贡献，强调汉朝的延续，祖先美化，把司马家族的祖先编成汉朝功臣。道德包装，说司马家族为天下着想，不争王位，只求平乱。结果后人看晋朝时，总觉得怎么又是一个篡权故事，但司马家的故事却始终没有被翻案。他们用的不是武力，而是对历史的重新编排。你今天看到的晋朝正统，其实是司马家族一手打造的洗白剧本。你可能说，曹操也不是什么善类，他不也是一个篡汉者吗？但曹操不一样，他是明火执仗的权臣，而司马懿是戴着忠臣面具的皇帝。曹操至少敢说，我打下来的江山我来做主，而司马家却用了一个更狠的招数：不篡只等，不抢只改。他们让曹魏的皇帝一个个上去，又一个个下去。他们不是抢权，而是在等曹家的皇帝自己先烂掉。最后晋取代魏，不是靠武力，而是
靠耐心和伪装，这才是真正的帝王级的政治手腕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司马家族的上位不是1次，而是3次忠臣表演。第1次，司马懿掌控曹魏权臣，稳坐朝堂；第2次，司马师镇压政敌，掌控军权；第3次，司马昭废杀皇帝，司马炎称帝。他们不是一次上台的，而是一步步层层铺垫，每一层都是忠臣，每一层都在靠近王座。最终，司马炎成功称帝，但代价呢？曹氏家族几乎被屠杀殆尽。曹芳、曹髦等皇帝不是被杀，就是被弄死。司马家族不仅杀了敌人，还杀了自己人，因为他们深知一句话：权臣之家从无情。第7部分，晋朝的洗白成功术。你可能会问，晋朝为什么能取代魏国？不是武力强，也不是人多，而是他们会讲故事。他们用3句话成功洗白了自己：我们是汉的继承者，我们是忠臣，不是篡权者，曹魏不是正统。这3句话直接把魏朝的地位踢下去，把晋朝推上了历史的 C 位。但你要知道，这句话我们不是篡权，其实是一种政治谎言，因为谁的正统不是抢来的？司马家族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历史的陷阱，他们不仅改写了历史，还改变了后人对正统的认知。在官方史书中，晋朝被称作承天命而立，但在野史中，它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忠臣篡位大戏。所以你看到的晋朝可能只是司马家族给后人留下的剧本，而真正的历史早已被他们重新演排。今天的我们看三国，看到晋朝，是不是也该反思一点？正统真的存在，还是只是谁写的史书决定的？司马家族用忠臣身份掩盖了篡位者的真相，他们用汉的正统替换了魏的江山，他们用天下太平的口号洗脱了杀戮的名声。所以正史不一定真，野史不一定假，我们要看到的是历史背后那些真正操控一切的人。你想知道更多司马家的故事吗？比如他们是怎么杀掉皇帝的，他们是怎么把敌人的家族屠杀干净的，他们又是如何用一张嘴巴说动天下人接受晋朝的。关注我，下期我们讲司马昭弑君，一场让天下闭嘴的政治谋杀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历史狗血剧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并在下方留言你最喜欢的三国人物或帝王，让我们一起揭开历史的真面目。